哎，叶小姐，跟我们合作吧，看我们的公司的资料。叶小姐，叶小姐还真是公务繁忙啊。诸位，请安静。经评选，江城10大杰出女企业家前3名分别为陆小西、叶芳、李清河，掌声祝贺他们。下面有请他们上台。这3位可是江城奇子，不管是能取其一，那便宜不同边。可惜他们的未婚夫却是个乡巴佬，真是3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主人，我们马上到达江城，请领5000一封锁街道，让各大家族前来迎接。你看，不用了，一切从简。我要和3大家族退婚，作为补偿，把北林新区的项目给他们们。是主人。四海宴的消息传播出去了。放心，主人，四海宴，江城人尽皆知。好。乡巴佬，你谁呀？陆小西、叶芳、李清河在里面，我是他们的未婚夫。就是你，你是他们的未婚夫？没错。这家伙跑什么呀？陆小姐，陆小姐，陆小姐，你的未婚夫来了。哎呀，还挺热闹的。陆小西、叶芳、李清河，我叫林阳，此次前来是同你们。闭嘴！你来这儿做什么？滚！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们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林阳，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有了婚约就能跟我们3个完婚吧？你来了倒也省事儿。今日当着众宾客的面，林阳，我叶芳与你退婚。林阳，交出婚书。交出婚书。和我退婚是你们家中长辈授意，还是你们自己的意思？废话少说，交出婚书。交出婚书。我今天来本就是与你们解除婚约。我问你们一句，就是怕你们家里边的长辈后悔。你放心，我们陆家绝对不会反悔。你配不上小西，我配不上他们。五爷，陆洪商，四海集团决定将北林新区的项目交给你们3大家族，3天后在四海宴上正式签约。多谢五爷，我一定将这个好消息转告给他们。好，刚刚五爷将北林新区的项目交给了我们3大家族，自此我们3家将之青云直上，直上云端。而你林阳，一个乡下的别配娶他们。你们口中的虎爷可是秦天虎？放肆！虎爷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就是秦天虎在这儿，也得给我跪地俯首。况且北林新区的项目交给你们3大家族，也是我刚刚下的命令。你可真是个傻叉！我调查你5年没有下山，你是名副其实的乡巴佬。虎爷对不起，你是疯了。都说你们陆家眼光独到，不过在我看来，不过是有眼无珠罢了。少废话，把婚书交出来。拿着婚书滚！他们配不上。对，我们是不配。像你这样的土包子，恐怕就只有柳林与你最般配。你们怎么知道我姓？你口味这么重，有家有名啊，江城第一丑女。云儿怎么可能是江城第一丑女？2年前，柳云儿本应跟叶家叶天红，可她出手妇道，死不圆房，
惹怒了叶家，被毁了容，你是罪有应当。云儿，秦天虎，不用来接我，即刻准备四海宴。3天后，四海宴上，要让整个江城以云儿为尊。林阳，别迎接你的脸能够大。虎爷举办四海宴的消息人尽皆知，你以为就凭这能骗到我们？哼，可笑！林阳，柳家正在举办征婚宴，要将女儿嫁出去，你去晚了，我就娶不上你。不信。这下班了，还真去找那个丑八怪了。哎，没事，咱们也去。你好。诸位贵宾，此次宴会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为我的孙女柳云儿招婿。柳家柳青天，见过3位小姐。3位小姐可是刚获得江城10大杰出女企业家前3，让人钦佩。听闻3大家族刚获得四海集团北林新区的项目，这是要扶摇直上。柳家不是要给柳云儿招婿吗？开始吧。是。柳云儿，上来。林阳看上的就是这么个货色呀！这柳云儿差点成为了我的嫂子，幸好没成，否则恐怕我连饭都吃不下去。看到这丑八怪，我倒是很好奇林阳的态度。那家伙不会跑了吧？诸位，这便是我的孙女云儿，不知道哪位青年才俊对云儿有意，我柳家不要1分钱彩礼，而且还会给一份不错的嫁妆。你给我闭嘴！要是有文玉小姐，那我们求之不得呀。可就那就算了，瞅成这个，但凡有点事情，谁能忍得住？刘老爷子，你这孙女实在一点不能对付，赶紧让她滚下去，我都快吐了。这让我下去。黑钱货，即便是倒贴也没人肯定要你。还不快起来，像什么样子？谁说云儿没人娶的？刘老爷子，柳云儿，我娶了。小伙子，你愿意娶云儿？是，我这辈子非柳云儿不娶。为了生活，吃软饭可以理解，哼，就是不知道办那事的时候怎么下的定子。好，小伙子，从现在开始，柳云儿就是你的妻子了。妹夫，我这个妹妹长得虽然丑了点儿，但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你不吃不开。云儿，放心，这辈子都会对你好。林阳，你还真为了这么点彩礼要娶这个丑八怪啊？林阳，我哥不要的破鞋，你要好，真是好。母狗配丑八怪，倒也算是天作之合。说得好，
云儿在我的眼中比你们漂亮100倍，她现在只是受伤了，我把她的伤治好，她就是全城第1名。叶家，你们给云儿造成了伤害，我会让你们100倍偿还。大言不惭！你拿什么让我们叶家还？用你乡下的2亩地？林阳，你小子可知道，3大家族已经拿下了四海集团的北林新区项目？我再是对3位小姐不敬，别怪我对你不客气。3大家族的项目，我想给他们才能得到，不想给他们抢也抢。北林新区的项目，3大家族没内资。3天后的四海宴，虎爷便会跟我们3大家族签订合约。当然，这只是其一。这第2点嘛，便是人事变动。四海集团将会引进一位新的股东，你们知道虎爷背后的人是谁吗？听说是龙国的第1势力金神殿。没错，这次宴会，金神殿的那位大人物到场。金神殿，那可是龙国第1势力啊！金神殿要来大人物，若蒙住了那位大人的法眼，那是喜不登天呀！你们消息还挺灵通，这么快就知道了。但是你们可知道，那位大人就是我吗？就你连个宴会厅当保镖的资格都没有，还大人，你也配？林阳，你还真是不知回转，不可以。林阳，你小子少在这我大放厥词，你给我闭嘴！你们2个跟我来。既然已经嫁人了，就把股权转让出钱，把股份转到我有名下。等什么？签字啊！爷爷，公司是我一手租起的，不会签字。我告诉你，今天要么签字，要么滚出这个家去。爷爷。我倒要看看这合同是什么内容。果然，林阳，你就是冲着股份来的是吧？赶紧把合同给柳云儿，让她签字。签个屁！我让所有欺负我云儿都跪地求饶，我让所有伤害云儿的人都生不如死。云儿，这些年让你受苦了，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云儿，你们走。混蛋！林阳，你这个疯子！爷爷，那他没有签字，我买别墅的事怎么办呀？柳云儿已经嫁出去了，这股权啊，迟早是我们的。别墅我们待会儿就行。好。没关系，回来就好。只不过我们刚刚这么累，恐怕回家时候会被赶出。走，去买别墅。买别墅，我没钱。再说，我这个样子也不能嘲笑。我有，只要有我在，没有人敢嘲笑。怎么样？先生，这套别墅不卖。不卖？你什么意思？先生，我们可是高档别墅区，那面对的可是江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您，我怎么了？您妻子住在我们别墅区，恐怕是会吓到我们业主吧？到时候破坏了我们区域的面貌，降低我们别墅的档次，所以我们不卖。叫你们经理滚过来！怎么了这是？
对不起啊，先生，别墅我们不卖。你是在找死吗？不要为难他们了，我们走吧。不是我为难他们，是他们在为难我们。今天这个别墅，我买定了。买定了，他若卖给了你，就是得罪了我们。你说他敢吗？三位小姐放心，我们绝不可能影响市容的人进入别墅区，就算是出天价，我也不卖。林阳，听到了没？不要在这里恶心我们。两位，请吧。林阳，我求你了，走吧。秦天虎，江城别墅是你的项目，管好你手底下的人。是。还有，送一套江城1号的别墅给柳小姐。林阳，你也配跟虎爷谈关系？林阳还真是装啊！这江城1号的别墅是留给精神殿那位大人物，就你也配？小子，你还以为打个电话就能唬到我？给我滚！三大家族获得了北陵新区的项目开发，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啊，这1号别墅就是您三。他们也配？云儿，今天这个别墅不买，改天会有人乖乖的把房产证送到我们手上。将别墅房产送你，大言不惭，真是个跳梁小丑。喂，你他妈的得罪了谁？我告诉你，立刻将1号别墅房产送给刘小姐。是。二位如何称呼？柳家，柳文宇。看来别墅是要送给这位柳小姐。我就说了，虎爷怎么可能会看上那个丑八怪？柳小姐，这江城1号别墅的地产，虎爷送给您的。1号房产送给我？虎爷？敢问是哪个虎爷？是四海集团的总负责人秦天虎。真的是太感谢虎爷了，感觉这虎爷是看上我们家文宇了。云儿，等明天宴会开始，你的脸就可以恢复了。林阳，四海宴可是虎爷准备的，我没有资格参加。再说，我的脸。云儿，你放心，明天的宴会本来就是为我们准备的，而且明天宴会开始，你的脸就可以恢复了。主人，我手下的蠢货误将别墅房产给了柳文宇，还请主人恕罪。我立刻让他们不必，让柳家片刻得意又何妨？站得越高，摔得越狠。是主人。另外，叶家愿意出全部财产，换取一个能够和主人搭话的机会。您看，叶家，让云儿毁容的叶家。是。让朱雀去明天见他一趟，但是不是给叶家带来富贵，而是让叶家消失。是。在明天的四海宴上宣布一个消息：四海集团停止与三大家族的合作，把北陵新区的项目也给三大家族，不配。是。刘老爷子，恭喜啊！虎爷送你们江城1号别墅，看来柳家有一步登天了。刘家主，刘小姐，以后可要跟我们李家多走动走动啊！二位家主六在吧？一定的。之前我柳家远不如三大家族，现在他们主动示好，看来我柳家今日要一步登天了。叶少是四海集团分公司的经理，叶家抓住四海集团的东风，隐隐成为三大家族之首。生子当如叶天，实在是让人羡慕。叶天红见过不输，李叔。天红，客气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四海集团的新股东是谁呢？是啊，叶先知，以你如今的地位，应该知道一些内幕吧？此次事关四海集团的商业机密，我也不太好说。我只听虎爷隐隐说过，新股东
信得过。我们陆家的产业和柳家有些部分是重合的。刘老爷子，今天宴会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谈一下合作。好啊。诸位，此次四海宴上，古斗人选只是开胃菜。这几日虎爷没出现，便是去迎接金神殿那位大人。而我叶家，此次消耗全部资产，获得了与那位大人物交流的机会。叶家真是高瞻远瞩，太傅，以后我们三大家族恐怕要以叶家为菜。是啊，搭上了金银殿这条线，以后叶家要一飞冲天了。此次我叶家与柳家获得了那位大人物和虎爷的支持，以后可要同富贵，共进退。叶少，您放心，我柳家一定不会让虎爷失望。林阳，你还敢来参加宴会，还带着这个丑八怪，出去，别惹恼了虎爷。这个不是你该来的。我不该来，我若是不来，这四海宴就没有举办的必要。小子，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四海宴大放厥词！林阳，这儿不是你能闹事的地方，滚！林阳，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这三大家族的家属都在这儿，我怕。爷，别怕，药效马上就要过，叶公妈马上就要恢复，去洗把脸，然后把我们一起认真换。好，林阳，国内外最顶尖的医生都治不好我的脸，罢了，就算这次还治不好，我也不怪你。你呀，赶紧带着柳渊滚！别老了虎爷，你担得起责吗？担责？你去问问秦天虎，他有那个胆子让我担责吗？林阳，你敢对虎爷这么说话？我没有兴趣跟死人讲话。林阳，你太放肆了！你竟然敢在四海宴上对叶少动手，找死！你要知道，叶家那是虎爷身后的大人物赏识，你敢动叶少，你活腻了吗？林阳，你居然敢打我，还敢在四海宴上对虎爷不敬！诸位，我提议将他和那个丑八怪拖出去。我陆家复议，从这滚出去！我李家复议，我柳家复议，林阳、柳月滚出去！滚出去！大伙，嘿！今日我们三大家族和四海集团和虎爷签订北陵新区的开发项目，你说我们配合？没错，耽误了我们的合作，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还惦记着北陵新区的项目，蠢货！算什么东西？这种千亿级别的项目合作，岂是你能够智慧的？我让秦天虎给你们的才是你们的，我不给，谁也抢不到。你的意思是，这是你下的北林新区的项目，就是我命令秦天虎给你们三大家族的退婚补偿。可是你们有眼无珠，不辨是非，现在收回。叶少就是四海集团的经理。叶少，你在公司可曾见过能命令虎爷的人？虎爷权势滔天，或许只有金神殿那位大人物才有权利命令虎爷。小子，你的意思是说你是金神殿那位大人？就是那个意思。林阳，你找死！四海宴上休得放肆！诸位，金神殿那位大人物现在应该正在和我父亲对话。小子，你大放厥词，屡次对虎爷不敬，对金神殿不敬。说的没错，你的父亲确实在跟那位大人物对话。说的是什么？绝对想不到。来人，将这个不分宗辈、满口胡言、一无是处的家伙打断腿丢出去！虎爷到。见过虎爷，见过虎爷，见过虎爷。今日我来此是宣布两件事。第一，
四海集团将会引进一位新股东，他将会代替我成为四海集团总负责人。柳家又一步登天了。这位新股东，他就是柳家。是我是新股东，柳云儿。这怎么可能？我爷给了柳家的柳文宇一套别墅，为什么新股东是柳云儿？为什么新股东是柳云儿这个丑八怪？为什么新股东是我？第二件事儿，四海集团取消和三大家族合作的北林新区项目，三大家族不配了。不要！为什么呀？北林新区的项目本来是给我们的，为什么会取消？爷，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云儿，揭开面纱吧！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的老婆柳云儿是全城第一美女。别增长，成语不可能变的。柳云儿，纵然你是四海集团新股东，但也改变不了你就是一个丑八怪的事实。柳云儿，当年是我亲手毁了他的，我很确信你的脸已经不可恢复了，所以死心无耻。云儿，揭开面纱吧。怎么可能？云儿怎么这么便宜？这是柳云啊，那个丑八怪。他怎么恢复了？叶平，你2年前害得云儿毁了，成为整个江城的笑柄。这笔账该算一下。算账？你也配？叶天红，你和叶家沆瀣一气，中饱私囊，罪大恶极。今日叶家破产，就凭你！喂妈，天红，我叶家所有的公司都被查封了，资金链断了，叶家完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现在相信了？我不信。我爸已经去找精神殿那位大人物了，我叶家被那位扶摇直上，入住京都，死到临头，还在幻想。精神殿神使朱雀大人到。见过神使大人。爸，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在和精神殿那位大人物对话吗？怎么会这样？是啊，爸，我们叶家不是要入驻京都飞黄腾达吗？飞黄腾达，你叶家配吗？你孽子，究竟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呀。林阳，这是怎么回事？叶家怎么犯这么大？是因为他们的报复。你们叶家，给我跪下！等我宣布完大事，再来处理你。我宣布，今日柳小姐将持有四海集团30%的股份，另外北林新区的项目也将由柳小姐全权负责。柳小姐，请上台签字。林阳，虎哥救的是我。没错，没错。这柳云儿这么美，又是四海集团的新股东，柳家这是要一步登天啊！究竟是谁在背后帮他们？一个乡下爹，一个丑八怪，怎么可能会一跃成为四海集团的新股东？柳小姐，签了这份文件，你就是四海集团新股东。恭喜柳小姐。虎哥，
这个确定哪个错？这是那位大人物的意思，这是他送给我的惊喜。接下来该轮到你。委员，我们叶家到底犯了什么错？还请胡爷明示。林先生，秦家出现，就在江城。秦家，属下这去查清楚。让我养伤5年，害云儿吃了这么多苦。秦家，我出山了。朱雀，你也一起。秦家阴险，小心为上。是。那叶家，叶家就交给我亲自处理。是，林先生，属下去就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柳小姐是我四海集团新股东，你们要是谁与她为难，那就是与我为敌，听明白了吗？胡爷，放心，我们陆家明白了。柳小姐是我们的贵客，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她的。哼。云儿，我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你的意思是，这是你为我准备的礼物？没错，这是我让秦天虎为你准备的四海集团30%的股份和北门新区的项目。小子，这种贪天之功你也敢据为己有？你别以为跟鬼爷说2句话就可以以此为由骗到我们。我爷只不过看在柳小姐的面子上，才跟你多说了2句话。你竟然敢不知好歹！秦天虎刚一走，你们就开始狗叫。不过，你们的想象力倒是挺丰富的，还敢嚣张！林阳，你知道四海集团30%的股份意味着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你说说。只要拥有四海集团30%的股份，就算是精神殿，也是身份尊贵之人。你一个乡下的土狗，人说是你送的，你配吗？我爷何等的人物，也只不过只有5%的股份，还敢在这儿大言不惭？林阳，就算叶家完了，我也要拉着你陪葬。四海集团的股份不能以金钱支付。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居然说股份是你送的！你真以为你是金神殿大人？没错，我就是那位大人。秦天虎的股份那么少，是因为他的能力只配拥有那么点股份。我让你站起来了吗？给我跪下！我不知道我叶家犯了什么错，引得虎爷和那位大人物的不满，但你竟敢冒充那位大人，敢对虎爷不敬，简直是不知死活！叶天魂说的没错，林阳，这里不是你大放厥词的地方。林阳，你3番5次对虎爷不敬，还不赶紧跟叶家一起跪下，等待虎爷回来再行处置？神旨和虎爷也没说叶家究竟犯了什么错，罢了，先让天虹出头，我静观其变，希望我叶家还能翻盘。林阳，要不我们还是走吧。走，现在想走，晚了。若人人都像他一样大放厥词，那虎爷的威严何在？金神殿的威严何在？云儿，别怕，他们不过都是一些跳梁小丑，能耐我？林阳，给我跪下，跪到虎爷到场。若虎爷不肯饶你，我叶家第一个上来弄死你。让我跪下？就凭跪在地上的叶家，叶家是没有资格，那加上我陆家呢？林阳，这也可以让你跪下吗？加上陆家，也不配。那再加上我李家呢？江城3大家族还没有资格让你跪下吗？怎么？你们还想借势压人？就算是江城所有势力加在一起，我还是那句话，你们不配。如今柳云儿是新股东，看来还得多讨好一下他才是。林阳，柳云儿哪里对不起你？你要如此爱她，难道你非要让她与江城为敌吗？你闭嘴！你之前是怎么对待云儿的？现在看到有利可图又跳出来，
苍然老贼，号召匹夫！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够了！这场闹剧是时候结束了。林阳，既然你不肯主动下跪，那我就请人来让你跪下。来人，把这个对虎爷大不敬的家伙给我打断腿！跟着。怎么，刘云儿，你想为他强出头？虎爷是很维护你，但若让他知道你对他不敬，他还会维护你。我的意思是，我替林阳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他这一次，他不是故意的。云儿，不用道歉，就凭他们几个想动还不够格。林阳，天海和世家的神不容小觑，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们。柳云儿，你最好莫要自误。虎爷看中你没错，可你和他作对，你凭什么以为你能救得了林阳？虎爷说过，我是四海集团的新股东，就凭这个，我能不能救他？你以为新股东的事板上钉钉了吗？虎爷离开，或许就是因为宣布错了人选。更何况，就算你当上新股东，那又如何？在江城，没有我们三大家族支持，你这个新股东能当多久？刘云儿，我不知道虎爷为什么会把四海集团股东的位置让给你，但是，你要想靠这个位置压我，我告诉你，做不到。我们三大家族在江城经营了几代人，可不是随便一个身份就能压制。妹妹，快别傻了，这林阳啊，他只是利用你，真正在乎你的只有我和爷爷。赶紧让林阳滚，然后回归柳家。我在最绝望的时候，是林阳救了我。现在他有危险，我不能弃他于不顾。林阳所做的一切，由我柳阳一人承担。想动他，我不同意。云儿，别怕，我们不会有事儿。林阳，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是男人的话就跪下，乖乖接受虎爷回来的惩罚，而不是躲在柳云儿的身后，让一个女人来为你遮风挡雨。今日柳云儿本该一步登天，却被你这个垃圾硬生生扯了下来，我就替他感到空虚。够了！我和林阳怎样，用不着你们来评判。我再说一遍，林阳今天不会跪。灵儿，我看你是被林阳这小子迷了心智了。我劝你不要再和他搅和在一起，他会害死你的。是啊，妹妹，你这大好前途可不能都让他给毁了。刘云儿，林阳得罪了虎爷和金神殿，今天你救不了他，你的新股东身份，虎爷只需要一句话就能收回。没错，刚成为股东就想以势压人。刘云儿，你还是太年轻了，你想这样做根本做不到。别以为你治好脸就变成高不可攀的天仙了。保安，我以叶家的身份命令你们把林阳拿下。叶贤侄，你还是省省吧，你们叶家都自身难保，像这种出头的事，还是交给我。陆叔教训，我以江城陆家的身份命令你们拿下林阳，谁要敢阻拦，一并拿下。我看谁敢！你们都听到了，虎爷说了，我是四海集团的新股东，谁敢动林阳，就是动我。是吗？李云儿，你还别说，你对这个小白脸还真好，但今天你救不了他，还等什么？拿下！云儿，我知道你的心意，现在事情交给我，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账该清算。还不快滚！你居然敢在虎爷的酒宴动怒大人，你其心可诛，你罪不可恕！哦2年前，你害云儿回，这账该算。你
他妈居然还敢打我！我叶家虽然败落了，但你算什么东西？你也配跟我算账？李阳，你在虎爷的四海宴大放厥词，还出手伤人，你是要把天捅破吗？把他给我拿下，等候虎爷发落。李阳，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是看柳云儿成了新主人，就来找我麻烦，说是想替他报仇，实则是为了讨好。用这种方式绑架他，林阳，你还真是歹毒啊！可惜你得罪的人是虎，是精神殿的内卫，即便是柳云儿想到你，其实有心无力。柳云儿若离开你，还要无限生机，执意保你，那只有死。哎呀，妹妹听到没有啊？这一切都是他的心机，就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值得你付出那一切呀！林阳，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给我离开云儿。在商言商，谈感情只有死路一条。云儿，虎爷将股份交给你，可真不是一件明智之举。稍后虎爷归来，我李家会建议虎爷换一个新的人，柳云儿不堪大用。我陆家附议，柳云儿，你何德何能，能够掌握四海集团30%的股份？虎爷，柳云儿是不配，他连大放厥词的林阳都管不住，他如果管四海集团的事儿，凭他的脸貌。林阳，对不起，是我没有用，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云儿，已经做得够多了。我说过，就算是秦天虎回来，也得听我的命令。至于他们，不过是一些跳梁小丑罢了。林阳，我可真佩服你的胆量，到这个时候了还在吵，你的闹剧该收场了。诸位，我以陆家的名义号召大家，先斩后奏，将这个对虎爷不敬、对精神殿不恭的家伙格杀当场。虎爷不可辱，精神殿不可辱。先斩后奏，林阳罪大恶极，我李家愿意响应陆家的号召，将林阳格杀当场，先斩后奏，维护虎爷的名声，保全精神殿的威名。先斩后奏，先斩后奏，格杀当场。林阳，和我斗，若我叶家今天注定要拿了，那要拉着一起。云儿，你听到了没有？整个江城所有人都要杀林阳，你难道要与整个江城为敌吗？林阳，就算是死，我也要和你在一起。云儿，你放心，他们不过是蝼蚁罢了。你听说过蝼蚁联合在一起能咬死大象的吗？林阳，你叶子注定是死路一条，而你叶天红，我会让你生不如死。说过，伤害了云儿的，我会让他100倍的偿还。叶天红，你准备好了吗？如今江城各大势力都已达成一致，要将你格杀当场。林阳，即使我跪在这里，你敢让我生不如死？你要如何让我生不如死？自然是用命。那我倒要看看，今天我们谁先死？请升位。雄伟，此人对虎爷不敬，对精神殿不敬。叶家联合江城各大世家，号召将其击杀。还请神位出手，击杀林阳，以儆效尤，以正视听。以正视听，以正视听，以正视听，以正视听。住手！有眼不珠，目无尊卑，出言无状，肆意妄为。
江城的各大家族就是这么做事的吗？还不赶紧滚！林先生，起来吧。林先生，都已经调查清楚了，秦家派出一位信使，秦天虎已经派人秘密监视了。信使？秦家靠什么打击？罢了，秦家来一个，我踩一个；来一对，踩一双。林先生人为在世，秦家这便是在找死。怎么可能？神使怎么给林阳下跪？难道林阳才是精神殿真正的大人？林先生，我叶家知错，林先生饶命！爸，你这是干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他下跪？他不配！孽子！我叶家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全让你给毁了。我现在终于明白我叶家完蛋的原因了。爸，为什么？我叶家本应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入驻京都，飞黄腾达的。为什么说完就完了呀？你们可知他是谁？他就是一个乡巴佬，一个口无遮拦、一无是处的废物吧。叶凌城，你倒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呀！叶天红，你个孽子！我叶家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本应该青云直上，都因为你全给毁了。爸，你倒是说清楚，我叶家是因为什么毁了呀？是因为虎爷吗？配什么？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座位就是为我准备，秦天虎一言可以定你们的生死，我一言也可以定秦天虎的生死。不可能，林阳，你以为你是谁？一句定虎爷生死，你配吗？混账！这位林先生就是精神殿的那位大人物，你还不明白？不可能，我查过他，他就是一个乡下土鳖，一个5年没有下过山的废物。叶家主，林阳我认识，他是医圣的弟子，我陆家和他有过婚约，不过后面又退了婚，他怎么可能是精神殿的大人物呢？是啊，叶家主，我们曾经调查过他，老陆说的没错，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跟精神殿的大人物退婚呢？你说的对呀。叶家主，这种事情可不能随便开玩笑。精神殿的大人物何等身份，忙碌无比，怎么可能在山上待5年呢？这事真的是他的大人。叶凌城，都这个时候了，你竟然还在怀疑？你们叶家呀，还真是不可救。父亲，你该不会被他蒙骗了吧？他根本就不是神使。我不管你为什么会站在林阳那边，但是我奉劝你一句：现在不仅是我叶家想要杀了你，而是整个江城想要杀了你。林阳得罪了虎爷，得罪了精神殿，只有死路一条。我奉劝你一句，赶紧离开，尚可平安无事，否则什么？难道还要对我动手不成？就算我动手，单凭你冒充神使这一点就是死罪。虎爷不会放过你，精神殿那位大人物更不会放过你。冒充神使，还要对我动手，哼，还真是可笑。叶天红，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林阳，为了演这出戏，你可是下了好大功夫呀，连演员都请好了，可惜没用。保安，给我拿下！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啊！恭迎虎爷，恭迎虎爷！林阳，对虎爷不恭，对精神殿不敬，找人冒充神使，
谈霸占那个位置。虎爷到了，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确定秦天虎是让我生不如死？林阳，死到临头还敢直呼虎爷的名讳，你死定了！刚刚你们让神卫拿下谁？虎爷，宴会厅混进了一个脑子瓦特神经病。没错，这个神经病他对虎爷你不敬，我们想让神卫将其拿下，交给虎爷你处置。虎爷，这种小事情就交给我们处理吧，你就不用操心了。虎爷，是林阳，林阳仗着柳月吃到四海情的新股东，就直呼你的名讳，对你不公，还说自己是精神殿的大人物，对精神殿不敬，还找人冒充神士，哄骗我父，真是胆大包天，肆意妄为。虎爷，我以陆家之名，联合江城各大家族，准备将其当场格杀，以儆效尤，以正视听，为虎爷出气，为精神殿正名。混账东西！陆洪昌，你真是长本事了，真是好大的狗胆呐！虎爷，你们真是好大的威风啊！江城各大家族联合起来，要将人格杀当场，真是好威风，好霸气！江城什么出了你们这群东西？虎爷这是怎么了？真是动了真火，连三大家族家主都连扇了耳光，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啊？莫非这林阳真有今天身份？秦天虎，滚过来！秦天武见过林先生。见过林先生。云儿，过来。让开！云儿，我待会儿再和你慢慢解释。林先生，难道林阳真的是精神殿那位大人物？人家彻底完了！叶天红，你这个孽子，我打死你！虎爷，叶天红这逆子所作所为跟我叶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全是他自作主张，还请虎爷饶过叶家这一次。怎么，叶凌城，你现在不觉得我是冒充的了？请虎爷，请神师大人，请林先生饶过叶家这一次。秦天虎，江城是你管理的，这就是你管理的成果。林先生，秦天武有罪，还请林先生降罪。都起来吧，这次先给你记着，再有下次，你的位置该动。多谢林先生。虎爷，我叶家经营这么多年，对四海集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请您跟林先生说一说，饶过我叶家。叶家的结局早已注定。你们叶家好大的本事呀！都跪在地上，还要联合各家诛杀我，先斩后奏，格杀当场，还用得着来求我？叶天红，滚过来！虎爷，快饶我！林生饶我呀！你这个孽子，叶家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全让你给毁了！这个畜生！爸，我不知道他是你。虎爷，大人，叶先生，我叶家知错了。叶天红，大逆不道！我宣布，从今日开始，叶天红是逐出叶家，他的一切所为跟叶家没有一丝一毫关系。爸，闭嘴！别叫我，滚！滚！叶凌城，姜还是老的辣，你以为让他滚了就能混了？没有我发话，谁敢让他走？他走不了。林先生，是我叶天红有眼无珠，
亲手把我叶家。叶天红，如果你只是对我态度，我倒是可以考虑放你。但是2年前，你让云儿相貌尽毁，不知道让她受了多少委屈和白眼，让她成为整个江城的笑话，这笔账该怎么算呢？云儿，这些年让你受苦，我曾经说过，会让所有欺负过你都跪地磕头，让所有伤害过你都生不如死。他就是第一个。林先生，要我替你杀了他？杀了？岂不是太便宜他？啊！救我！我不想死。林先生，叶天红被逐出叶家，无论生死，都跟叶家没关系。啊！叶天红啊，叶天红，那怎么可能是个大人物？活路和尚真是傻眼！我真是想不开，怎么能让清河和李阳退婚？若不然，一飞冲天的就应该是我李家呀！今天我就废了，尝尝鸡飞蛋打的滋味。天红，别怪爸，是爸没用，就不认为孽子叶天红自有余辜。林先生，少惩大戒，叶家十分感激。请问林先生这下可否饶过我叶家？你们刚才还要将我当场屠杀，如果我没有精神殿的这层身份，现在还活着吗？到现在你还奢求我放了你，是你太天真，还是你觉得我太仁慈？出去！秦天虎听令。属下在。叶天红的所作所为，足以枪毙。叶凌城逐出江城。是。清算叶家全部财产，并入四海集团。叶家如果有胆敢违法乱纪，一切按律处置；胆敢反抗者，一律镇杀。今日叶家除名。是，林先生。来人，将他们带走。胡爷，申时大人，林先生，饶命！叶家错了，叶家知错了，饶命！饶命！遵林先生令，从今天起，叶家江城除名。有话不妨直说。林先生，秦家的信使已经在来的路上。秦家会来宴会厅？是，据手下监测，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京都秦人表面依附精神殿，却暗藏祸心。当年害我重伤，若不是云儿和医生，我已经死。既然他们想来送死，那就随了他们的心意。是。娘，林先生，都是那个叶天虎挑拨着我，才对林先生不敬的。王督家愿意赔偿，愿意赔偿。胡爷，林先生，这些都是误会。之前不知道林先生的身份，言语上多有冒犯，还请林先生见谅。只要林先生提出要求，我们李家一定满足。对。刚才你们都要联合列阵，将我屠杀、格杀当场啊！这就是你们李家口中的误会。阴阳，我爸都跟你赔罪了，你还想怎样？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这个，林阳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林阳了，现在的他，我们惹不起。孽女，还不赶紧跟林先生赔罪！儿，你打我，从小到大，你可从来都没有打过我。不如林先生该打。林先生，小女不懂事，还请您饶了她这一次吧。林阳，都是你这个混蛋！要不是因为你，我爸也不会打我。敢对林先生不敬，死！申时大人，申时大人，小女不懂事，您就饶了她吧。还不赶紧向林先生道歉！林先生，对不起，
绅士大人，对不起。多谢李先生，多谢虎爷，多谢绅士大人。李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提，只要您提出的要求，我李家一定都答应。好，既然如此，李家破产了。虎爷，李先生这个玩笑一定是玩笑对吧？这个玩笑不太好笑啊。林先生可没和你开玩笑。李文泽，你是选择自己主动破产，还是让我四海集团啊？李先生，这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你想要什么车子、豪车、别墅、金钱，我都可以答应你，但仅让我们李家破产，这让人难以接受啊！强人所难。刚才你们联合叶家想要将我诛杀当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强人所难？误会，都是误会。今天不光是李家、陆家，方才凡是想将我诛杀当场的，通通破产。林先生，今天宴会厅的都是江城名流，我们只不过受叶家的挑拨，说错一句话，林先生就要断了我们所有人的路。这件事我陆家不答应。江城三大家族哪一个不是经营了几十年、根深蒂固的存在？林先生，哪怕您有虎爷的支持，想要让我们三大家族破产，也没那么容易吧？你李家是想翻天不成？虎爷，我也是没有办法，这也是你们逼我的。秦天虎，属下在。吩咐下去，5分钟之内，李家破产。哼，是我们李家在江城几十年，靠的是底蕴、人脉、战略，从来都不是卑躬屈膝。虎爷，哪怕是您想让我们在5分钟之内破产，也不那么容易吧？更何况你们今天得罪的可是整个江城的顶尖名流。也许你让我李家破产，但是你想让所有江城的名流全部破产，没那么容易。江城陆家、李家、洪生死共进退，想让我们破产，你休想！我陆家不认。好，好，好，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啊！那就看我秦天虎到底能不能做到。林娘，江城所有名流的实力加起来不容小觑，我怕。你刚才为了我，都敢站在各大家族的对立。现在，纵使江城所有名流联合在一起，我又有何惧之？目之所及，皆是蝼蚁，真是猖狂之极！你刚才不是说让我李家在5分钟之内破产？怎么？喂，李总，不好了，公司遭到多方势力狙击，已经破产了。什么？我李家破产了？爸，你怎么样？咱李家破产了。爸。哦，李家已经破产了，现在该轮到你陆家。虎爷，林先生，我们陆家知错了，只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啊！陆小姐知错了，求林先生放开我。还以为你们的骨头有多硬，这就怂了？你真是威风呀！一个人压得整个江城名流都抬不起头来，厉害！只是，嘿，林先生，他就是秦家信使。来得好，我还没去找他们，自己就送上门来了。可惜呀，就是个什么狗屁信使，未免太无聊了。京都秦家，秦家人来到了江城。秦家在精神殿可是中流砥柱，精神殿36位战神，秦家占12。传闻精神殿殿主在5年前的大战后就消失了，精神殿已只有秦家把持，秦家已经把持精神殿5年了。这秦家信使似乎对林阳不满，
难道这林阳身份真是冒充的？江城陆家陆魂商见过信使大人。见过信使大人。江城陆家陆魂商见过信使大人。见过信使大人。他们都行，为什么不行？就算是秦家人亲至，也要向我行礼。你区区一个信使，秦家的一条口，也配在我面前狂吠？林阳，别逞强了，秦家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秦家掌控精神殿，我知道你在精神殿有点地位，但是跟秦家也是不能比的。没事，找死！找死的是你！你要是再敢对林先生不敬，信不信我将你格杀当场？杀我！秦天虎，你也配？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不仅仅是秦家的信使，这次来江城，也是要宣布一件事情：秦家将罢免秦天虎在四海集团的一切任职。北陵新区的项目也将重新分配，各位都有机会。秦天虎会免除四海集团的一切职，林阳没有秦天虎做依仗，他能拿我们怎么样？清河，秦少如果掌控了四海集团，那么我们即便是破产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重来的机会。秦少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爸，我一定会想办法讨好秦少的，我们李家失去的一切，我都会全力夺回来。秦少，我柳家愿为秦家马首是瞻。秦少，秦家的事就是我懂的事，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们一定帮您办到。我们的意思呢，这次罢免秦天虎，我会从你们江城本地寻找新的负责人，跟着我们秦家，不会亏待你们的。陆家愿全力协助秦家。好，秦家就看好陆家。秦少，我李家也愿意投靠秦家，只是虎爷用雷霆手段使我们李家破产，您看。李小姐放心，罢免秦天虎之后，他下达的一切命令全部作废。多谢秦先生，我们李家从此以后必定为秦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今天还愣着干，跪下接令吧！秦家什么时候有罢免四海集团负责人的权？我怎么记得只有精神殿的殿主才有这个权？你小子懂不少，可惜那是曾经，现在的精神殿我秦家说了算。放肆！秦家现在已经这样无法无天了，小子，你想好，秦家家主3天之后就会亲临江城，宣读秦天虎罢免令，到时一个都错。什么狗屁罢免令，我根本不稀得看。你踩的可是京都秦家的东西，我就是要把京都秦家踩在脚下。敢入秦家者，当诛！动手！是，我看谁敢！胆敢阻拦者，杀无赦！杀无赦！你们可知他的身份是什么？敢对他大不敬，你们是活腻歪了！身份？秦家背后是精神殿，精神殿杀人不需要看身份。秦家如今嚣张到这种程度了吗？动手！杀了他！动手！我看谁的胆子能有这么大，敢对精神殿的殿主动手！参见殿主大人。殿主？什么殿主？倒是精神殿？这不可能！开什么玩笑？他怎么可能是精神殿殿主？李阳他究竟是谁？究竟有几层身份？你们见到殿主大人还不下跪，该当何罪？殿主大人，朱雀，你在跟我搞笑？你们从哪找来这么一个乡巴佬充当殿主大人？殿主大人可以在京都，可以在精神殿，但绝对不是在这儿。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说什么呀？殿主吗？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为什么我能够左右秦天虎的意见？那么我就告诉你，我林阳就是精神殿的殿主。林阳是精神殿的殿主？怎么可能啊！
之前他说他是金神殿的大人物，我就半信半疑。我专门调查过他的身份，他在乡下待了5年啊！开什么玩笑？他怎么可能是店主？他如果是店主的话，怎么可能看上柳云儿这个丑八怪？林阳，你说你是店主，今日秦家信使大人在此，你若真是店主，他能不认识你？店主大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却也不是什么人都冒充。林阳，你冒充店主大人，死罪！店主大人我自然是见了，但是他消失了5年，这5年里面有不少人冒充。林阳，你是冒充的最有效。林阳，你先是冒充精神殿大人物，想让我等破产，又冒充精神殿店主，想压制信使大人，你莫不是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傻子不成？林阳真是胆大包天，冒充大人物，欺瞒虎爷，让柳云儿成为四海集团的新股东，又说自己是店主。今天若不是信使大人在此，恐怕这戏还真被你演成了。冒充店主者，死罪！还等什么呢？上！找死！敢对店主大人不敬！你敢对绅士大人的手下动手？疯了！今天你们2个都得死！林阳，你死定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林阳，你敢打秦家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狗不听话，主人就得教训，有问题吗？你死定了！少主大人3天之后就来江城，下一任精神殿店主就是他，他来了，必死无疑。林阳，我劝你乖乖跪下给神使大人道歉，否则以你医圣弟子的身份，你必死无疑。冒充店主还想活命，可能吗？聒噪！出去，掌嘴！是店主。林阳，你敢！3天之后，让秦天跪着来拜见，否则后果自负。滚！林阳冒充店主得罪秦家，只有3天可活了。我们刘家一定要和林阳彻底断绝关系，否则秦家的怒火不是我们刘家能够承受的。云儿，我和爷爷还有些事儿，就先走了啊。林先生，都是小女不对，顶撞了你。我陆家也接受一切惩罚，绝无怨言，绝无怨言。李先生，像你刚才做的事情和我李家无关呀，更何况我李家已经破产了，还请李先生给我李家留一条生路吧。看来父亲还是拿不准林阳的身份，之前让我对秦家示好，现在又对林阳卑躬屈膝，这是在做2手准备。不管林阳什么身份，陆家都会立于不败之地。父亲不愧是陆家家主，果然厉害。我知道你们想2边都压住，看看谁能赢，对不对？想不到林阳居然也能看到这一点。陆家知错了，请先生责罚。我师父和你们3家有些交情，否则也不会和你们3家许下婚约。那我就看在我师父和老陆家的面子上，再给你们3天时间。云儿，回谁家？好，我们回家。按计划行事。是。阳，如今你已经是四海集团的股东了，你帮帮刘家吧。
北陵新区那么大的项目，跟柳家分给。柳晴天，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你当初是怎么对云儿的？我看在云儿的面子上，放了，没对你们动手。你怎么还自己找云儿来了？林阳，你给我闭嘴！冒充店主，那可是死罪。等秦少来了，你的死期就到了。啊，对了，女儿，赶紧让这小子滚，省得他会连累了你。是啊，妹妹，我们都是一家人，怎么可能会害你呢？爷爷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他在乡下待了整整5年呢。金神殿店主是何等身份，怎么可能一直待在乡下呢？爷爷，该滚出去的是他。当初是你们逼我嫁给叶天豪，害得我怀孕，又逼我交出柳家的股份，我也交了。从我交出柳家股份的那一刻起，我就跟你们再也没有关系。现在想回来占便宜，玩都没有。你柳儿，没有柳家，岂能有你的今天？是啊，妹妹，我们都是一家人，你可千万不能因为一个外人就不顾及我们家人的情面呀。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我的家人只有一个，就是林阳。你们听见没？我老婆让你们走，听不懂话吗？林阳，你别太得意。等秦少到了，你的死期就到了。就算是秦家人来了，也只配给我跪地磕头。你们总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简直可笑、愚蠢。林阳，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演戏？秦家那可是精神殿的掌权人，你一个在乡下待了5年的废物，你拿什么跟秦家比啊？更何况我妹妹还没说话呢，是吧？林阳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请能滚出去。行吧，难道还想让我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扔出去？林阳，你别太嚣张。3天后，我要亲眼看见你是怎么死。啊，对了，这是我柳家向你取家族的凭证，免得秦家在收拾你们的时候连累了我柳家。滚出去！柳儿，你好自为之。你走。林阳，我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爷爷毕竟是家人。云儿，你这么做我很开心，你不能一味的善良。谢谢你，林阳。你之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保护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柔弱的人。林阳，因为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以后不管如何，我都会陪着你。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一边。柳小姐，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办公室了。云儿，这办公室如何？喜欢吗？这是我见过最豪华的办公室了。你喜欢就好，以后呢就在这儿办公。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秦天虎。啊。对了，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公司其他的地方。是林先生，这边请。柳小姐，这是咱们的办公区。林阳，我没什么管理经验，这么大一家公司，我怕。别怕，秦天虎会教你的。我不是说了吗？失去了柳氏集团的股份，我们会得到更多。以后这四海集团都是你的。林阳，谢谢你。
柳云儿，贱人，混蛋，放开我！你在找死吗？柳云儿，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我就不敢动你。我知道你毁我容，要么现在滚，要么我再让你毁一次容。你是谁？你为什么打我？最好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否则后果不是你承担得起。不知道我是谁？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是四海集团项目总监杨若雪。我告诉你，要么现在把北陵新区的项目还给我，要么我让你们彻底消失。你以为是我抢了你的项目？你好大的口气呀！你就不怕我们把你给开除了？鱼儿现在可是四海集团的股东。开除我？你们知道我谁吗？虎爷可是我亲哥哥，你们开除我一个试试。你就是柳云儿那废物老公，为了让自己老婆上位，至于什么事都干不出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他脸上的伤疤是我哥哥的事。胡说什么？我胡说？绿帽子都戴你头上了，你还在给这个小贱人说谎？你嘴巴放干净，否则秦天虎来了也救不你。我嘴巴放干净一点，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让你老婆上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不是我哥哥，他能有今天这么风光？腿一张就30%，我呸！真不好笑。秦总，不好了，杨总监带人找柳云小姐的麻烦了。那女生除了长得好看点，其他什么也不是。可不是嘛，估计学历都没我高呢。我一想到以后咱们项目部要听他的话办事，我都嫌恶心。冰冰，对呀，让我来吧，不然以后在公司怎么复仇？首先，我跟秦天虎没有任何关系。以后谁敢在公司再造谣，我就会报警处理。其次，我确实缺少经验，但我会努力学习的。学习？北陵新区那么大项目给你学习？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开的？那你想怎样啊？我想怎样？很简单，你手上不是有30%的股份吗？把股份给我，我就不给你。这我老婆股份，我可以给你，你敢收吗？有什么不敢的？四海集团都是我哥哥的，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才有股份讨好你老婆。我把股权收回来，天经地义。好，那你把秦天虎叫过来，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收回股份。小子，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哥哥也是你想进就能进，你够资格。快看，虎爷啊！哥哥，你可是来了！这个女人和她老公一起欺负我，你可要帮我啊！你看，我手都被她弄红了。是啊，秦总，这两个人太过分了，一来就说要开除杨总监，还对总监动手。秦总，像他们这样粗鲁的人，如何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啊？是啊，秦总，你可一定要替杨总监做主啊！杨总监为公司做过这么多贡献，不能让他寒了心呀！都给我闭嘴！哥哥，你这……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对林先生和柳小姐不敬？快给林先生和柳小姐道歉啊！否则，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哥哥，你打我，还要让我跟他们道歉？打你都是轻的。要是林先生和柳小姐不满意，你今天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问题。还有你们，刚刚对林先生和柳小姐出言不逊的人，半小时之内我要看到你们的辞职信，你们谁都跑不了。林先生，是我把他宠坏了，还请林先生责罚。哥，柳云儿不过是你包养的一个女人而已，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恭敬？放肆！你可知道林先生是谁？他是在四海集团真正的掌控者，
想连我一起害死吗？林先生，刘小姐，对不起，对不起。刘小姐，这一切都怪我，无论你怎么处罚他，我都没有意见。小姐，我真的知道错了，就求你原谅我吧。这第一巴掌是打你的口不择言、胡言乱语，这第二巴掌是打你对林阳的污蔑、对我的侮辱，第三巴掌是打你带着员工闹事、无组织、无纪律。杨总监，现在可以说正事儿了。以后你当我助理，可有意见？没意见。好，既然这样，以后你就跟着我，咱们俩相互学习，一起为集团做贡献。只不过你这个人性格有问题，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你知道后果。是，谢谢刘小姐。那林先生的意思是？听我老婆的。多谢林先生，多谢刘小姐。林先生、五爷、刘小姐，督手大人求见。督手，他来干什么？督手大人说是来拜见林先生的。啊，请他去我办公室吧。是。闻听医圣的弟子林先生在此，老夫前来有一事相求啊。请说。是这，我那儿子得了一种怪病，医生说也只能活半个月，不知是否能请林先生救救我儿？当然要救。我师父说了，作为医者就该治病救人，绝而不济事。非常感谢。谢谢您啊，林先生。客气。云儿，我先去趟医院，等我回来再接你下班。不用，你又不是小孩子，别自个说。那不行，你是我媳妇儿，乖乖在这儿等我。好，保护好云儿。林先生放心。走吧。林先生，哎呀。林先生，这便是犬子，还请您救救他。这药喝了吗？如果喝了的话，就没救。毒手，你在哪儿请了这个混小子，在这大放厥词？林先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怎么就没救了？因为他喝了这碗药。那我儿现在还能活多久？如果不喝这碗药的话，还能多活个10天。但是现在2分钟。毒手！你少听这黄河小子胡说八道！你儿子喝了我的药，已经好多了，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哎，你不会是想用这小子替代我吧？哼，我行医60多年了，救人无数，你却信这小子的？哎，你这不是打我的老脸吗？我仁义啊，林先生是医圣的弟子啊，你别看他年纪轻轻，他的医术却高明至极啊。医圣弟子啊，哎，就算他医圣弟子，还学了几年呢？小子，你别在这装神弄鬼的，你想干什么？3、2、1。这儿啊！3、2，林先生，1。怎么会是这样呢？儿啊！莫神医，快做急救！督手，这恐怕你儿子不行了。我儿要是死了，你得给我儿陪葬。
算了，没用的。以他的水平是救不了您的儿子的。那我儿真的没救了吗，林先生？我刚才说的没救，是他救，但是我可以。请林先生救救我儿。这是八荒鬼针，这3针足以治好他的病，1个小时之后他自然会醒过来。后来，这就治好了。哎呦，年轻人，能不能告诉我他得的是什么病吗？您连他得的是什么病都不知道，就敢给他喂药？以前我给他把过脉，发现他的5脏6腑有衰弱迹象。我就给他用了固本培元的药，没用。5脏6腑的衰弱，用药物是控制不了的。他的病是身怀煞气所致，而您给他开的药是大补，他并没有气血虚弱的症状，所以反而适得其反。老夫今天是长见识，小有的医术就出神入化，佩服。感谢林先生。王神医，你先出去一下。好，那老朽就告退啊。朱少，您儿子的病是人为的，有人想害他。什么？什么？身怀煞气，说明对方是个高手。对方是在1个月之内下的手，用的是下作的手段。多谢林先生，我知道是谁了。这跟秦家脱离不了干系。不过我们平时跟精神殿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为什么？您放心，3天之后我一定帮您解决这个麻烦。现在精神殿乌烟瘴气，是时候该治理一番。冒昧的问一句，您真的是精神殿的殿主吗？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这不过是一层身份罢了。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告退。哦，那就多谢林先生，您慢走。林先生，大事不好了！刚才秦趁我不在公司，带着秦家战神将柳小姐绑走了。云儿没事吧？现在秦云在什么地方？柳小姐没事，只受了点惊吓。他们将柳小姐带去了江城酒店，他们还说什么？还说要您亲自跪着去给他们道歉，否则柳小姐的安全他们就不能保证了。叫上朱雀，和我一同前往江城大酒店。是，林先生。可是他们有秦家战神，我们是不是？没什么可是的，区区战神随手可灭，立刻和我前往江城大酒店。是，林先生。我家少主喜欢美女，要是将你这样的极品送人，想必他一定会很开心。秦少，你这么做不怕虎爷发怒吗？虎爷，他秦天虎算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们，看见我身旁的这位战神韩无惧，就算他100个虎爷来了，我告他杀了。这战神？没错，精神殿总共36位战神，12位镇边将剩下的1人镇一场。韩无举战神虽然是我秦家新封，但是实力强劲，便是朱雀来了，也难逃一死。柳小姐，抱歉，身为战神，本不该做出绑架之事。
但你丈夫冒充店主，这是死罪。为了精神殿的荣耀，我也只得迫不得已。战神大人，林阳不是故意的，求你放了他。任何敢对店主不敬者，都应该接受惩罚。柳小姐，我劝你不要说出那些大逆不道的话。云儿，云儿，没事吧？还有时间关心女人呢？林阳，想好自己该怎么死，给我跪下！林阳，你来这干什么？快，我不想见到。云儿，你怎么了？我是来救你的。救我？你拿什么救我？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是秦家，掌控精神殿的秦家，而他是战神韩无惧。救你！林阳，你冒充店主，你是死罪！你愣在这儿干什么？你还不赶紧滚！刘小姐，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林先生给的。他不仅治好了你的脸，还让你成为四海集团的新股东。你就是这么对林先生的吗？凭什么？就是因为他救了我，我就必须嫁给他吗？这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你们滚！你们都给我滚！林阳，对不起，战神实在是太强大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送死。林先生，我看柳小姐并非要真心跟你走，她只是担心你。不必说了，我都知道。我发誓，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任何想伤害云儿的人，都要付出代价。林阳，你还没听懂吗？柳云儿现在看重的是我。至于你冒充店主的大主道，给我跪下来，磕几个头，我能让你多活几天。秦少，我现在不想看到他们，能不能让他们滚出去？滚出去？那可不行，他们犯的是冒充店主的大罪。战神韩无忌来了，就是为了抓住他，然后等少主来了之后，让他赔罪道歉。绑架云儿，还想抓我？齐云，我给过你机会，可是你不珍惜。你给我机会？你不过就是一个冒充店主的小瘪三，讲什么给我机会？给我上来，抓住他！朱雀，这样，我倒要看看现在的神位都是些什么水平。好的，林先生。林阳，你不会以为这点本事就能冒充店主？神位在精神殿是最弱的存在，还不赶紧给我滚！今天战神韩无惧来了，要对阵的是他。无惧战神，拿下他！此子冒充店主，辱我秦家，企图颠覆四海集团，罪大恶极，胆大包天。等少主来了，就将他明正典刑，以儆效尤。5年前，
我未能追随店主上阵杀敌，是我韩无惧一生的遗憾。我此生最敬重店主，容不得他人轻误。而你冒充店主，辱店主名声，我岂能饶你？韩无惧，你此生最敬重的便是店主大人，而如今店主大人站在你面前，你却不自知，哼，真是可笑至极，竟然还拿着剑对着店主大人，死罪！朱雀，你只是一个神使，你有何资格跟我说话？你让人冒充店主，妄图颠覆精神殿，今日我便先斩你，再杀他！韩无惧，你这个没脑子的废物，怪不得秦家不派其他战神来，原来看中的就是你的蠢！我虽名为韩无惧，但却最讲规矩。秦天武、朱雀多说无益，既然你们要维护他，那我就先拿你们两个人祭剑。你们先退下，我倒要看看这个最守规矩的韩无惧到底有多厉害。林先生，此人实力不弱。我说了退下，你听不明白吗？是，林先生。林阳，我承认你有些胆色，也有些实力，但是你还终究不知道什么是战神。战神者，皆可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战神者，皆可杀场万人敌。以手中3尺之剑征战江城，以万世之功，一人震一城，他们才能叫做战神。无惧战神，今天就用你手中剑来教训眼前这个冒充店主的萧小者，让他知道我秦家不可辱，精神殿不可欺。战神是什么？我比你更清楚。精神殿36位战神，我亲手册封了20位。韩无惧并不在命，只有精神殿殿主册封的战神才配叫战神。秦家册封的战神韩无惧，你配得上战神的名号吗？配不配得上，由不得你来说。等有朝一日我见到店主大人，我便会用我自身的实力向他证明，我韩无惧配得上战神这个称号。你还挺有自信的，那你就给我证明看一看，自信是从哪儿？无惧战神，我求你不要杀他，我要用我的命来换林阳的命。云儿，你不用担心我，他们伤不到我。林阳，我知道你很有实力，这次真的不一样，你赶紧跑吧。精神殿战神不会对龙国服务，你若再敢阻拦，休怪我对你不客气。林阳，没有时间了，你赶紧走，走啊！云儿，你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林阳，不是我不相信你，这是……云儿，就在一旁观战，我会让你看看，他们口中的战神，在我面前不过是不堪一击。算了，能和你在一起几天，我已经很开心。无论如何，我都会陪着你。这辈子，我已经很满足。放心吧。来吧，韩无惧，我就站在这儿。你要是能让我的脚下移动半步，就算我输。猖狂，还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小觑。林阳，受死！太慢，就这样的速度也配叫战神？简直可笑！这怎么可能？林先生，别来劲！怎么可能？无惧战神，全力出手，别藏拙了！就算你有点本事，但比起秦家少主，你还差得远了。
以为凭借这点本事就能够战胜我？你以为战神都是吃素的吗？主殿主者死！主殿主者死！殿主小倩，我的剑断了！你怎么可能这么强？竟然真的战胜了战神！太弱了，没有经历战阵的厮杀，终究还是徒有虚名。我输了，我韩无惧，对不起秦家，对不起精神殿，对不起殿主，殿主，我不能为你诛杀此贼，臣这就以此谢罪。这就是精神殿的战士，这就不想逃？真是可笑！我精神殿的战士，百折不挠，宁折不弯，靠的不仅是实力，还有强大的意志。就输了一次便想自尽，根本配不上战神。朱雀，秦天虎，属下在，把这个废物带下去。我要让你亲眼看见心中像神一样的秦家少主是如何像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是。站着！让你走了吗？娘，我错了，我不该绑架小轩儿，你饶我一次吧！啊！就是秦家的一条狗，跟你计较，没有丝毫。但是你胆大包天，绑架云儿，该死！陆阳，要不还是算了吧。他毕竟是秦家人，秦家人可惹不起。云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我不来，他会不会放我？云儿，我知道你在为此担心，怕秦家人报复，但是区区秦家，即使他们不来找我，我也不会放过他们。云阳，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有些人可以化敌为友，但是有些人这辈子注定只能成为敌人。朱雀，见！小命，你杀了我秦家不会放过你的，精神殿更不会放过你的，你别杀我！云儿，有些人就是畏威而不怀德，你越是对他们好，他们越是觉得你软弱可欺。秦家势力太大了，我怕。云儿，别怕，秦家是很厉害，但是我比他们更强。小命！我用这把剑对付你，是对这把剑的侮辱。今天，要么命留下，要么自断一臂。今天我看在云儿的面子上，饶你，让你自断一臂，长点记性。快滚吧！云儿，别怕，我怕秦家报复，我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云儿，不要怕，秦家只是一些土鸡瓦狗，翻不出什么风浪。所以，你真的是精神殿殿主？李阳，你真的是精神殿殿主吗？是的，云儿。所以不要再担心了。可你之前跟了医生5年，
我还是不敢相信。你怀疑也很正常。当年我被秦家所害，后来被你救下，再后来，我跟着医生休养了5年。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质疑我的身份，我会证明给他们看的。林阳，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精神店店主，这辈子只要你不嫌弃我都不会抛弃你的。鱼儿，放心，这辈子我只娶你一个。可是我含糊的上你，你是精神店店主，而我只是……傻瓜，没有你，我早就死了。鱼儿，是你救了我，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我记住了。朱雀，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林先生，都已经办妥了。以前随您征战疆场的战神们，已经在赶来疆城的路上了。还有这些年因为精神殿所作所为所心灰意冷的战神们，也已经赶过来了。好，很好。秦家，我给你们的包容已经够多了。既然你们不珍惜，那就覆灭了。好了，你下去。林先生，属下告辞。云儿，回家吧。好。林先生，我是陆鸿生。我们陆家和李家为了表示对林先生的歉意，于明天在江城大酒店举办了一个宴会，为林先生道歉，请林先生一定赏脸。致歉？你就不怕得罪了秦家？林先生，不瞒您说，我等听说您可是连战神都击败了，在我心中您就是精神殿殿主，所以我要办一场蒸笼宴向您致歉。既然你们诚心道歉也好，明天我和云儿会到这。多谢林先生，多谢刘小姐。林阳，怎么了？陆家陆鸿生要向你致歉？说不定是个鸿门宴。那怎么办？还是不要去了好。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秦家我们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他们。爸，你真的决定了吗？要站在林阳那一边？林阳战胜了秦家战士，我和李文泽商量了一番，他态度不明，却也决定办这场蒸笼宴。可是爸，要是站错队伍了呢？蒸笼宴上分真伪，想当墙头草，只有死路一条。2选1，还有1半的几率，我陆家只能赌一把。希望这次陆家能赌赢。柳云儿，你是？柳云儿，还真是你！没想到江城第一丑女脸上的伤治好了之后，还是蛮漂亮。哟，小骚货，脸刚治好，身边就有个小白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请您注意言辞。注意言辞，我不过是说出了事实罢了。再者说了，就算我不注意言辞，又能怎么？小小柳子，只手可灭。宁雪，话虽如此，不过最近江城风起云涌，出现了很多过江猛兽，我们还是要听长辈的话，低调。柳云儿，你只需陪我睡1个晚上，我们陆家会给你们柳家很多合作项目，到时候你们柳家甚至可以成为江城的2柳家族。无耻！陆司长，没想到你是这么无耻。你现在过来，跪下给云儿道歉，还可以考虑饶你。哟，还装上了。柳云儿，我告诉你，陆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是柳家的福气，你应该感谢陆少，而不是在这里故作清高。小子，你知道我是谁？敢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不管你是谁，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小子，你给我听好，他叫陆思成，是陆家人，是陆小西的堂哥陆鸿商的亲侄子，掌管着江城以外所有陆家的产业。
这次回来是为了参加3大家族联合举办的宴会，现在你可知道他是谁了？我平时与人为善，不喜以势压人。但小子，你成功的激怒今天你要不给我下跪磕头道歉，那我陆家的脸面何存？你可知道你们2大家族联合举办这场宴会为了是？当然是为了京城秦家，为了高高在上的精神殿的大人，为了秦天虎虎爷那样的大能，难不成是为了你？没错，就是为了我。真龙宴就是为2大家族联合起来给我举办的一场道歉。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样子，切，你也配？我这才离开江城的几天，会出现了你这样的人才。我们几大家族屹立半个世纪不倒，何其强大！而你又算是什么东西，也配得上几大家族联合起来向你致敬？别人说的没错，这就是致敬。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比起陆鸿昌和陆小西，你们简直愚不可及。小子，你好大的胆子！你不过就是柳云儿包养的一个小白脸罢了。我告诉你，柳家我都可以轻松覆灭，更何况是你。陆少，你跟他们费这么多话干什么？赶紧让他们过来，乖乖跪下道歉认错。你要是真的喜欢柳云儿，那你就去找柳家家主柳晴天。我想那个老东西一定是求之不得的。宁雪，你说的没错，以我的身份跟你们多说几句太掉价了。我在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紧过来给我磕头道歉，再让柳云儿陪我一晚。你们可要想清楚，与我为敌就等于你们在江城再无立足之地，你们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而只需柳云儿陪陪我，你们有赚不完的钱。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啊？怎么怕了就过来跪下磕头认错。哦，对了，顺便把鞋子舔干净。满嘴污言秽语，陆家教育不好你，就替他们好好教育你。你竟然敢打陆少！你个小白脸，我告诉你，你完了！不仅是你完了，整个柳家也完了！你们得罪了陆少，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就算是陆鸿昌在这，也只有给我跪下磕头的份儿。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儿口吐狂言？你竟然敢打我！我告诉你，你今天死定了！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冥顽不灵还敢动手！啊！陆少，你没事吧？这要是在疆场上，你就死了好几回了。好啊，现在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跟我们陆家作对，你等着，现在就给我堂姐打电话，叫人过来收拾堂姐，陆小西，那好吧，就叫他过来跪下。混蛋，还敢出言不逊！待会儿我表姐来了，先打断你的腿，让你知道什么叫陆家不可辱。喂，堂姐，我是思成，我在江城酒店的宴会厅外面被人给打了，你快来帮帮我啊！陆思成，我不是告诉过你这几天要低调吗？你怎么又惹事儿了？哎呀，堂姐，这次真不怪我，是对面的人先侮辱我们陆家的。哎，你再不来，我就要被打死了。哦，对了，堂姐，你要多带几个保镖。哼，真是什么人都当我陆家可欺吗？等我。哎，好。小子，我堂姐马上到。你要识相的话，赶紧过来跪下磕头道歉。待会儿我还可以考虑让你死得不那么惨。陆家陆鸿昌好歹也算是个精明的商人，陆小西虽然蠢笨一点，但也算是个正人。但陆家有你这样的祸水，迟早得玩完。好啊，你个混蛋！现在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里大放厥词，看我待会儿怎么撕烂你的嘴！
好呀，那我就在这里等，看看你们怎么撕烂我的嘴。我小子，就算我不找李家的人帮忙，我也能弄死你。你知道四海集团吗？我最好的闺蜜就是四海集团的人，我现在就让她带人来帮我出气。那你尽可能的找你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来对付，但是麻烦你快点，我没时间在这儿陪你耗。喂，是若雪吗？好姐姐，我被人打了，就在江城酒店宴会厅外面，你快带人来救救我，不然我怕是被人要打死了。什么？谁敢在江城打叶家的人？不想活了吗？是一个不知死活的臭小子。好姐姐，你快来呀！好，我本身也是要去参加三大家族举办的宴会。好，谢谢姐姐，爱你哦。我告诉你，我的好姐妹杨若雪就是四海集团的项目总监，她的表哥就是擎天虎虎爷。等他到了，你们的死期也就来了。杨若雪，云儿，昨天你不还打了杨若雪3个耳光吗？不得不说，几个耳光打得还挺解气。只要你不嫌我暴力就好。昨天已经教训过他一顿了，如果他今天再执迷不悟，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好吧，那杨若雪交给你了。你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吗？还打杨若雪耳光？整个江城谁敢这么做？死到临头犹不自知，何其可笑！若雪姐姐，你终于来了！你快看看我的脸被他们打成什么样子了！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谁这么大胆子敢对你动手？江总监，不仅是宁雪，连我也被打了。他们太嚣张了，说是其实您来了也要给他们跪地求饶。江城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大人？我倒要看谁这么大的脾气。杨若雪，你确定要替他们出头？你平时的做事风格就是这个样子。如果真是这个样子，那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是否能继续留在四海集团。林先生，柳小姐，对不起，请恕罪。杨总监，你这是干什么呀？他不过是柳家的柳云儿跟一个小白脸罢了，你为什么给他们下跪呀？若雪姐姐，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快起来！想害死我吗？怎么会这样？她不就是柳家的丑女吗？姐，你这么怕她干嘛呀？给我闭嘴！再敢质疑柳小姐，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算什么东西？起来吧，以后别什么朋友都乱交。否则，打着你的名义干了尽是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是，柳小姐教训的事，以后我一定多注意。堂姐，您来了。陆思成，你又给我们陆家惹事儿了？堂姐，这次不是我惹事儿，是有人欺负咱们陆家呀。说即便是您跟家主来了，也得给他跪地求饶。我这气愤不过，争执了几句，他就把我打了一顿。堂姐，好大的口气啊！在江城还没有人敢这么对我们陆家。是谁？不仅我被打了，宁雪也被打了。宁雪，说是谁打的你？是我打的。怎么？你们有意见不成？杨小姐，我弟弟虽然愚笨，但是他知道你的身份，应当不会得罪你。纵然你作为四海集团的项目总监，虎爷的亲妹妹，也不应当说出我和我父亲来了也跪在你面前的这番话吧？你当真以为我陆家怕了你不成？和他们道歉，杨若雪，否则即便是虎爷亲制，这件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叶清河、陆小西，人是我打的，你们打算怎么对付我呀？堂姐，没错，就是他。这小子算个什么东西？他不过就是柳云儿包养的一个小白脸罢了。在这里大放厥词，堂姐，你可得替我好好教训他，让他知道咱们陆家的厉害。你给我闭嘴！
林先生，我不知道是这口货得罪了您。从今以后，陆思成被逐出我们陆家，要杀要剐，林先生一而决。林先生，从现在起，李宁雪也被逐出我李家，要杀要剐都听林先生的，我李家绝无二法。什么？堂姐，你不能这样，堂姐！滚！你是要害死我们陆家吗？不是，姐，为什么呀？受伤的是我，挨打的也是我，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家族啊？混蛋！都是因为你得罪了林先生和柳小姐。你们就不问问事情的经过吗？不问，陆思成他们得罪了您，是他们罪有应当。只求林先生能够再给陆家一次机会。我给过你们陆家机会，你知道他刚才说什么？陆思成，一个杂碎，他刚才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让云儿去陪他，你说我该怎么办？思成，你个王八蛋，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陆家要被你害死了，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李先生，饶了我李家吧，李宁雪的所作所为，我李家是真的不知道，还请林先生饶了我李家这一次。饶了你，也不是不可以。多谢李先生。别着急谢我，我还有个条件，你们2个家族，每个家族出10个亿作为这件事情的补偿，另外，他们2个每个人打断一条胳膊，逐出疆场，你们能做到吗？陆家可以做到，多谢林先生。我李家虽然破产，但也能勉强做到，多谢林先生。来人，把陆思成的腿打断，扔出疆城！不要啊，姐，你饶了我吧！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去，把他带下去。姐，不要啊，姐！你们行事倒是果决，今日之事就不和你们计较了。云儿，我们走。林先生、柳小姐慢走。小何，你说林阳他真的是精神店的店主？你说他若真的是店主，怎么会在乡下待5年之久，甚至连秦家的姓氏都不认识他？小希，可他若不是店主，为何虎爷对他那般恭敬？而且我们可是得到了确切消息，昨天秦云可是带回来一位战神，战神都被那李阳给击败了。罢了，不想这么多了，就按照父亲之前的意思，咱们先去参加真龙宴，等秦家家主来了，咱们再随机应变。没错，不论是秦家还是精神殿店主，对于我们江城的3大家族来说，我们就像汪洋中的一只小船，一招不慎就会船毁人亡。只希望我们这次站对了队伍，也希望我们在同一个队伍。不管怎么选，咱们都是朋友。时间差不多了，宴会快开始了，咱们走吧。好。见过林先生，见过柳小姐，起来吧。李先生，前几日都是我陆家的错，所以我陆家愿意接受惩罚。这是我陆家一半的资产，今日交给林先生，希望林先生能原谅。陆鸿商，这是你陆家一半的财产，你没有怨言吗？李先生，做错事、说错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我陆鸿商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所以这陆家的一半资产便是我的诚意。陆鸿商，你这是好魄力。既然如此，这合同我就收下了。只要你诚心的依附于我，我保证，日后带你入驻京都，得到你现在100倍、1000倍的财产。多谢林先生，我陆家愿誓死追随林先生。李家主，还不快将家产交给林先生？有了林先生的支持，日后我们几大家族就望入京都啊！陆鸿商，你以为3大家族跟你一样蠢，将自己的资产白白送人？我告诉你，他们选择了我。李家李文泽见过信使大人。好，今日我秦家家主秦天就会到来，
跟着一起来的还有5名战士，他林阳注定翻不起身份了，江城也翻不了天。李文泽，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老陆，醒醒吧！啊，跟着秦少才是正路。这次只要咱们站好了队伍，等秦少灭了林阳这个敢冒充店主的杂碎，你我就是天大的功臣。等秦少掌控了四海集团，你我入主京都也不是不可。陆家，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我还是选你？你现在还有机会可以选择，等我们家少主来了，你可就没机会选。爸，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后悔。你难道想让整个江城以后都称我们陆家为3姓家奴吗？小希，你说的对，我陆魂商纵横江城几10年，靠的就是眼光。既然决定了，就不会后悔。即使这次赌的是陆家的家产，大不了北来基业一场空罢了。陆家有胜，总比这样犹豫不决、落那个3姓家奴的名声要好。父亲果然魄力非凡，女儿就陪你赌这一次。老陆，疯了吧？秦家何其强大！你刚才没听信使大人说吗？秦少这次可是带了5大战神出来，如此庞大的阵容都可以横扫西方小国了，你还如此执迷不悟？你给我闭嘴！你我都商量好了，今天来给林先生致歉，你就背叛我，投靠了秦家，这3大家族同气连阵，只不过是个笑话。既然选择了林先生，就不会后悔。哼，道同不相为谋。老陆，那你就别怪我在宴会后瓜分了你陆家。陆家这次倒是有点眼光。选择大于努力，其实就看在于怎么选。不过这一次却是一场决定家族命运的豪赌。人生本就是一场豪赌，有人赌钱，有人赌命，有人赌一生的幸福。今天我陆魂商也赌一场，争我陆家的100年基业，有一个陆家的位。若赢了，从此江城3大家族只剩其一，那就是我陆家。从此以后入驻京都，追随精神殿。若败了，陆魂商命该如此，陆家命该如此，我有无话可说。好，好魄力，好志气，可是你眼光差。跟着林阳，你的雄心壮志也就到此为止了。哼，林先生，从此以后我陆家愿追随林先生，只要林先生一声令下，我陆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陆洪商，在这江城3大家族里，属你最有魄力。既然你愿意诚心追随我，我保证你不会后悔。多谢林先生。不让他后悔。林阳，凭什么？凭你冒充精神殿殿主的身份，我告诉你，我们家家主已经到了。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能怎么装。秦云，你还真是秦家的一条好狗，真是尽职尽责。上次你自断一臂，这么快就恢复了。说吧，这次想留下点什么？今天要你命！秦家少主秦天大人到。林阳，我们家家主已经到了，今天你必死无疑。秦云，跪拜少主。江城李家李文泽拜见少主。见了少主居然不跪，该当何罪啊！林阳，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吧？就是你冒充精神殿殿主，冒充殿主可是死罪，你可知晓啊？天，我是不是冒充的，
你心里不清楚？5年前，我率领18万战神征战疆场，平息8国内乱。在我受伤之际，你秦家落井下石，派人追杀我。没想到还活着吗？当年你们差点就成功了，那是天无绝人之路。云儿还有医圣救我，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今天你们秦家终究只是附庸。故事编得不错，但编的终究是编的，永远成不了真的。当你说出一个谎言，就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弥补。我来了，你的把戏得揭穿。说吧，背后怎么死的吗？这就是秦家少主今天的实力吗？这也太强大了！难道我陆魂商这次又走了也不成？这句话是我要送给你。时隔5年，我回来了，你们秦家准备好怎么死了吗？林阳，你能活着回来，确实挺厉害，但你不该活着。5年前你就该死。纵使你是精神殿殿主的如此，你看看，整个燕国大厅，有谁会相信你活着还不如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精神殿殿主的身份太过沉重，肩负不起。冒充殿主者死！冒充殿主者死！谁说林先生在冒充殿主？他其实就是精神殿的殿主。朱雀见过殿主。秦天武见过殿主。起来吧，朱雀，身为神使，你应该知道冒充殿主是什么罪，却在这里助纣为虐，意图颠覆我精神殿，岂能饶你？秦少，林先生是不是殿主，你心里应该最清楚不过。说得对，我自然是清楚。他只是个冒牌货，天天顶着殿主的身份到处在外招摇撞骗，你们都被他给欺骗了。疾风战神，您曾经跟随殿主南征北战，平定8国之乱，想必对殿主肯定很熟悉。您来说一说，林先生到底是不是殿主？精神殿晴天，见疾风战神。秦少，我可受不了你这一点，因为你们秦家把精神殿搞得乌烟瘴气，所以我看不惯你们秦家，不想受您指使，退出秦家。我现在已经不是战神了，你不必如此。哈哈，疾风战神，这是什么话？一天是战神，一辈子都是战神。我精神殿随时欢迎疾风战神归来。只要你们秦家一日掌控精神殿，我是不会回去死了这条心。你说你是精神殿殿主？如假包换。每一任精神殿殿主都有令牌信物，既然你说你是殿主，请把信物拿出来。疾风战神若是认识殿主，直接确认身份不就好了？又何必要多此一举，拿出个什么信物来？没错，你直接说林岩到底是不是殿主就行了。莫不是朱雀和秦天虎请的托吧？啊！你现在还认为我是托吗？这是他小的口无遮拦，小的知错。打得好，战神不可忍，任何敢质疑战神的人都要接受惩罚。李家主，这次是你的错，我不能帮你。是，我知道我错了，战神大人教训是我心服口服。不错，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不是每个见过殿主的人都能认出殿主。精神殿殿主一直佩戴面具，没有人知道原因。即便是征战疆场之时，也一直戴着面具，所以疾风战神认不出来也实属正常。更何况那一战距今已有5年之久，
5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的容貌有很大的变化，因此用信物来辨别身份是最稳妥的。所以你说你是精神殿殿主，可有信物？江城柳家柳青天见过少主。你就是柳云儿的爷爷吧？不错，多谢少主。林阳，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你要么拿出信物，要么承认你是冒充。我精神殿仁慈，说不定可以饶你一命。他就是个冒充的，他算什么东西？也配有信物？少主，要我说，今天就将他诛杀当场，临阵典刑。爷爷，你怎么能这么对林阳？他冒充精神殿殿主，我只不过是大义灭亲。对这种穷凶极恶之徒，人人可以诛之。我柳家在大义面前绝尘。柳家林阳，你还是乖乖认罪吧。我们少主仁慈，说不定会留你一命。跪下，认罪吧。林阳，对不起，我不知道爷爷会这么对你。云儿，别难过，我从来都没对他们抱有希望。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一路走来，我们靠的都是自己，即使站在所有人对立面也不后。好，林阳，我相信你，不管怎样，我都陪着你。你们不是一直都盼着我拿不出信物，然后一拥而上把我拿下吗？不过不好意思，信物我有。云儿，把信物拿出来。什么？你的意思是在我这儿？是的，云儿，信物就在。可是你是……林阳，没信物就没信物，别说那些话术。我们少主来的这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死路一条。林阳，你要是实在拿不出来就算了。虽说冒充殿主是大罪，但是也需要带回精神殿慢慢审视，也不一定会死。所以劝你还是趁早认罪好。云儿，你还记得吗？5年前我送给你一枚戒指，那枚戒指就是精神殿殿主的代表。什么？你是说那枚戒指就能代表精神殿殿主的身份？没错，就是那枚戒指，没弄丢吧？没有，我就是没有想到那枚戒指那么珍贵。你说的是这个吗？没错。精神殿神龙戒在此，见此戒指，如见殿主。现在你们看清楚了吗？朱雀，秦天武，恭迎无主，恭迎无主。真的是殿主，属下许之风，拜见殿主。这怎么可能？林阳如果真的是精神殿殿主的话，那我们又战胜队伍了。假的，那个戒指是假的。林阳，这怎么可能是精神殿殿主？许继风，他都跪下了，难道？不可能的，我们李家怎么会连续2次都认错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都起来吧。多谢殿主。精神殿主人见王不跪，该当何罪？你们给我跪下！真的有戒指，没事。是什么事啊？随便拿出一个戒指，就说自己是精神殿殿主，这种谎话你们也相信吗？身为精神殿中人，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太让我失望了。神龙戒是可以代表殿主的身份，但诸位，你们扪心自问，有谁见过这所谓的神龙戒呀？神龙戒一直都在殿主身上，可殿主征战四方，却从未佩戴过戒指。现如今有人随便拿出一枚戒指，就说自己是精神殿的殿主，何其可笑！林阳，你真以为精神殿的殿主这么好冒充的吗？你刚才让我拿出信物来证明我的身份，现在信物拿出来，你又说我的信物证明不了你，难道我是不是精神殿殿主是你秦天一人而已？当然，今天我还带来了另外一个礼物，那就是精神剑。这盒子里装的就是精神剑。精神剑乃是殿主的兵器，昔日殿主大人就是用这把精神剑带领你精神殿诸位战神平定八国袭我边境之危，血战疆场3000人，让我们国边境安稳。
闪！这便是精神剑吗？店主大人的剑，韩无惧见到此剑，有三生有幸啊！老伙计，好久不见。 5年前，店主大人就拿着此剑带我们征战沙场，那一日血染江城，我等历劫，只能眼睁睁着看着店主大人一人力斩30名战神，将我国赤旗插在龙国的边境线上，让8国部队大汗不敢越雷池一步。此剑就是精神剑，精神剑乃是店主的武器，普天之下也只有店主能够将其拔出。 精神剑者，剑者精神。此剑沾染过30多位战神的血，能拔出此剑才是精神殿殿主。明阳，你确定能将其拔出吗？就他，少主您修为盖世，在京都为魁首，您都拔不出来的剑，他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拔得出？少主，能否让我试试店主大人的武器？韩无惧能够仔细看一眼店主大人的兵器，我死而无憾。有何不可呀？ 这便是店主大人的兵器吗？此剑是店主的圣器，若有其余人等想要强行将此剑拔出，必会遭其反噬，难免受伤。此剑已有灵性，不愧是店主的神兵啊！林阳，确定能拔出此剑吗？林阳。 你不是一直想证明自己是店主？现在机会就在你面前，只不过这精神剑可是会伤人的，你可考虑好了再。林阳，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拔店主的精神剑？你的手握住精神剑，那都是对精神剑的侮辱。精神剑也行，他要是感受到了你身上这股冒充精神殿店主的气息，你怕是会要被反噬致死啊！ 哼，废物就是废物，我是绝对不会后悔让我女儿跟你退婚的。更何况，如今精神剑出现，你的谎言就不能自破。林阳，之前你不是很嚣张吗？一言不合就让擎天火教你家破绽，可你也没想到报应来的这么快。有精神剑在，今日你必死无疑。 林阳，就算你没死又如何？5年前你武功是丹田被废成为了一个废人，别说你修为恢复，就算恢复又能如何？精神剑经过加固，就算是当了的也不可能拔出来。所以你就等死吧！你死后，我们秦家会彻底掌控精神殿，而我秦天就会是新一任的精神殿殿主。狗。 终究是狗，想要翻身做主人哪有你？既然你这条狗起了想偷子的心思，那不好意思，我就要把你这条狗变成一条死狗。好，既然你这么想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可别到时候剑没拔出来，反而被反噬致死，那就到时候会真成一个笑话。 诸位，此子说他是精神殿殿主，那么好，我给他一个机会。精神剑在手，就看你能不能将此拔出九窍。哼，林阳，别做梦了，你永远都是那个乡巴佬，是不可能成为店主。林阳，你是不是演戏上瘾了？入戏太深，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只是很可惜啊，过了今天。 你的所有把戏都会结束。之前你还可以靠擎天虎来作威作福，如今擎天虎在少主面前连个屁都不是，你还有谁可以依靠？你们不是都以为我拔不出这把剑吗？那么不好意思，我要让你们失望。我曾经用这把剑斩落了30颗战神的头，这把剑。 饮过敌人的血，也饮过我的血，早已和我血本相连。我怎么可能拔不出这把剑？不行，店主你要小心啊！店主，
精神剑休息，小心为上。林阳，如果实在危险，要不还是算了。现在晚了，你如果拔剑，就会被剑的反噬而死；你如果不拔，就没办法证明自己身份，也只有死路。没错，自从他选择冒充精神殿店主的那一刻起，结局就已经注定。林阳，你该知足，你本来不过就是一个乡巴佬。凭借着你这些年冒充店主的威名，你享受到了常人难以享受的殊荣。就算死，你也该知足。陆洪尚，我们江城3大家族本该同气为之，但你却选择和我们站在对立面，把所有的赌注都加到这个毛头小子身上。现在你该后悔吧？我陆洪商做事从来不后悔，陆家誓死与林先生共进快乐。没错，我陆家既然选择了林先生，就相信林先生一定是精神殿殿主。这精神剑，我相信他一定也能够拔出来。死到临头了还嘴硬，你们陆家这次覆灭的结局已经决定。相信谁不？非要相信林阳这个废物。云儿，你放心，这把剑是我不可能拔出。我已经感受到这把剑的渴望。精神剑出鞘，不饮血不入鞘。你们现在还有谁敢质疑我的身份？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拔得出来剑？这乡巴佬绝对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原来你真的是精神殿殿主，和我韩无惧肉眼凡胎不识真龙，还以为你是冒充的。店主大人，请恕罪。店主终于回归了，疾风战胜许奇风，见过店主。我早之前便说过，林先生就是精神殿殿主，而你依旧不相信。如今精神剑被店主大人拔出，你们还有什么异议？店主，秦家这些年把持精神殿，大肆打压原来的战神，扶持新战神，结党营私，祸乱精神殿，妄图成为精神殿之主。请店主大人带领所有灭了神将，重振精神殿。都先起来吧。多谢店主。不可能，精神剑经过封印，即便是我也拔不出来。即便林岩恢复修为，也依旧不可能拔出精神剑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今天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你能拔出精神剑，我确实可以，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证明你就是精神殿殿主吗？精神殿殿主是一种力量，一种信仰，不是一两件东西就能够证明的。你呀，你有当店主的资格吗？你有当店主的能力吗？事到如今，你还在垂死挣扎，也罢，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死心。朱雀，把东西拿过来。是店主。知道我为什么总戴着面具吗？即便是上了疆场，也以面具示人。我等无知，还请店主解。史书记载，兰陵王貌美心壮，音容兼美，而古时打仗最重气势。如果一军将领勇猛威武，
士兵就会信服。如果义军将领软弱，那么士兵便会不屑，敌人也会轻视。所以，兰陵王总是戴着面具驰骋疆场，神秘而让人畏惧。林阳，所以这就是你一直戴着面具的原因吗？没错，我18岁时就成了精神殿的殿主。八国祸乱边疆，我龙国边境告急，急需我来稳定军心。可是我当时年幼，深知如果就那样出战的话，难免让战士们心怀疑虑。年幼的我能否带他们取得胜利？所以从那一日起，戴上了面具。诸君曾随我征战疆场，一战灭八国，让我的龙国边疆持续了100年的太平，让西方宵小不再敢窥视我龙国的国土。赤旗所在，敌军覆灭，精神殿出，剑出可屠神。没错，你就是殿主。那日一战，我一天倒地不起，亲眼看着殿主一人一剑斩了那么多的战神，惊得八国部队都感觉雷池一动。殿主也出日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林阳就是精神殿的殿主，是他带领我们精神殿走出了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战神？林阳，连许疾风这样的战神都陪你演戏，你真可以啊！不可能，林阳怎么可能是精神殿的殿主？他一个乡巴佬，怎么可能是殿主？所以啊，以后呀，要知道这林阳是精神殿的殿主，你只需要对他好一点，凭借他和罗尔这层关系，必然会称霸江城，入驻京东，成为一个超级大的势力。可是现在完了，全完了！我李家又站错队，又站错队！李阳，你怎么可能是店主？不甘心！我不甘心呐！一切都是命运，偏偏不是。其实我的日子在哪？命运，很听命啊！今天从不信命，命由我不由天。林阳，就算你是店主，只要我今天杀了你，谁会知道啊？从今以后，精神殿只会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秦家。而天就会是精神殿的新殿主。请你放肆！啊！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论实力，我比他强；论手段，我自认为也可以超过他。凭什么？这精神殿的殿主一直是他来做呀！呸！今天你也不撒谎的叫出来，你拿什么回？你就是一个阴沟里臭的，拿面子！呸！今天你终于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你这些年大肆排除异己，为的便是今天。知道了，放心，只要我秦天当上了精神殿殿主，精神殿只会发展的更好。我秦家为精神殿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殿主是有此应得的。今天就这么有自信能杀我，然后做我精神殿殿主的位置？当然，为了今日可是做足了准备。
诸位，动手吧！今日一战过后，秦家就彻底掌控精神殿。对付店长，再小心一点。我秦天从来不信命，只相信成王败寇。林阳，纵然你是精神殿殿主，那又如何？今日过后，所有人只会记得我。诸位，出手吧！今日战都是精神殿的大功臣。好生热闹！就是不知道我来的是不是时候。多少大人，您来的正好，不知道贵公子。我秦少的福，我儿子活得好得很呐！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对动手！带走！就算对你们动手，只要我今日把你们都尽灭，又有谁会知道？就算知道了，我秦天已经是精神殿的殿主，又有谁把我如何呀？陆总，您没事吧？我没事，就是没想到秦家居然嚣张到如此地步，害我儿子也就罢了，没想到他们如今竟然对殿主您动手。无妨，今日将他们一并解决？你拿什么解决呀？诸位，动手吧，看谁敢！韩无惧，你是不是疯了？别忘了，是我们秦家耗费精力，一步一步把你培养成了战神，可你现在要跟秦家作对吗？我虽名为韩无惧，但实则最强一绝。林阳是精神殿殿主，那就是我要保护的。而你们想杀了殿主取而代之，是我难以为力。说起叛徒，你们才是叛徒，大叛徒一个！想动殿主，问问我吗？很好，就是你们这些人要当出头鸟是吧？行，那我就先解决掉你们，再解决掉林阳，螳臂挡车，找死！给我上！殿主快走！我替你拦住他们！主尊今天我快带殿主走！走到哪儿啊？林阳，5年前我追杀你，让你成为了一个废物。5年后今天，我就可以让你彻底下地狱。拿什么阻挡？就凭这几个废物吗？要不我们快走吧，对面可是有5位战神。云儿，别担心，他们只是蝼蚁罢了。今天我不靠别人，就靠我自己，就可以将他们轻松杀灭。都退下来，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长进。殿主大人，不可以，这太危险了。是啊，殿主大人，我等不让你涉险的。涉险？我作为精神殿主，经历了多少战斗？今天这种场面，对我来说还是太小。你们赶紧退下，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他们，我还不放在眼里。是，殿主。来吧，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少本事。给我上！殿主，我错了，我是受了秦家的蒙蔽，殿主饶命啊！胆小如鼠，贪生怕死。既然做，就应该坚持到底。该死！今天他们就是你的倚仗。
现在你的倚仗没了，拿什么跟我斗？废物！一群废物！林阳，你以为他们死了，我就杀你了吗？我就不能诛杀你吗？这就是你的手段，也太废了。今天我没空和你玩了，你记住，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一分一毫也拿不当。我说过，秦家还不够格。店主，店主为我。店主，店主，我错了，都是秦家蛊惑我的，您饶我一命吧。朱旭，属下在。把秦云带往精神殿，按律法走。是。秦天虎，属下在。李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将李家在江湖的资产并入陆家，其余人按律法处置。是，多谢店主。李儿，闭嘴！留下你们柳家，扫人死。对了，店主大人，江城的事儿，请随我前往京都，执掌精神殿。云，你愿意和我一起前往京都吗？我愿意。好，那就让精神殿的战神们好好认识一下店主夫人。谁说柳云儿没人娶的？刘老爷子，柳云儿我娶了。